看我们上一次的津津有味啊，对，阿公那比较好吃。阿公。国家级的4A 级景区。3、2、1，然后喝起来完全没有味道，对，我觉得好淡。可以拿来让你身体都可以辟邪。台灯展翼。对，就非常像台湾规模那种夜市。听了吗？蛮香的。哎，这是金的哎，金素素。今天是我们在杭州的第一天，然后我们来到了灵隐寺。哦，是不是有事先查一些功课？对，我们今天要来祈福一下。对，这个灵隐寺呢，听说啊是很多人在拜拜的这个地方。没错，还有这里还有。兄弟，你们两个人写个盒子，显非凡。两个小朋友，登台展示他们的艺术才华，不同凡响。万进学海锦成莲，书上有勤为进，学海无涯苦作舟，讲的前程似锦。兄友情绵，树榜样，哥哥了勤奋勉励，树立榜样。兄友妹恭，妹妹的恭恭敬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进去的灵隐寺的门口啊，这里就是一个济公，他以前就在这边出家的。好，我们现在已经进来灵隐寺门口了，对吧？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要进来的时候是需要拿门票的钱，还要再付一次那个香的钱，就是我们现在手拿这把香。对。2025年的12月，他们现在就改全部都免费，你免门票又免这个拿香的钱。以往都是要你进票要花一次，然后再拿香又再付一次的香钱。对，他们现在都不用花钱买门票。对。但是你不能当天来，就是你一定要在预约，你必须在前一天就预约好。对，最晚是前一天呐，那你最早的话就是7天前。如果现在有收费的话，那他们这样的那个就是收入会很可观呢。对，就是好几亿耶哦。官方可能就想让大家去体验这种文化。那现在跟我们一起来拜拜吧。OK，let's go。刚刚有那个重力。这么高啊！终于走到了庆春铺门素食店，哇！哦，你这个是塔卡米耶。那几多钱？麻辣干丝，这个是孜然烤串，橄榄油煎3种，橄榄油炒锅。点了一杯西柚汁，它有一个庆春米糕，这个看起来，这感觉很好吃哎。这个里面包的是枣泥，一道椒麻豆腐，这个跟我们那次去北京吃到的其实蛮像的。OK guys，
我们刚刚去飞来峰，去那个洞穴里面看看所有的那种石像的雕刻佛祖啊。对，然后我们还去拜拜，然后非常的壮观。而且它很厉害哦，每一个石像听说都是那些历史都已经超过1000年以上了，甚至1500多年都有。而且在那个年代要雕刻出这么非常生动、栩栩如生那个石像，以现在的那个技术来讲是非常有难度的。对，非常困难。然后我们还有看到那个什么药店哦，求你那个身体健康，对，药师店啊。我觉得这里真的蛮壮观的，大家除了来拜拜、求平安啊、求财神之类的，就是来可以看一下这边。然后里面都有一些商店，可以让你买一些伴手礼啊。然后记得有些那个佛像里面就是不让你拍摄啊，所以我们就大概放里面的一些街景图啊，你要自己来，然后来看这些佛像。没错，而且里面都是纯金的哦，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猫咪都躺在这边，然后都看起来非常的悠闲啊，很 chill 的猫。我们刚刚吃完了庆春普门，这间它是有很多分店的。我们去北京吃的时候，另外一个地点也有这间店，哦，是这样。但是我们很可惜没有吃啊，没想到这次来到杭州就吃到了。然后我觉得这2间都很好吃，就是庆春普门这间它是湿气氛的那种，真的很漂亮。对，而且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榻榻米那个造型。现在正在搭公交车，对，准备去雷峰塔。因为过了下午这边好像就会开始限行了。对，现在已经11点53了。这边有杭州的公交车开通。请上车。好，我们刚刚有个重点忘了讲，就是我们进去那个灵隐寺，还有那一整个区域，和包括现在要前往雷峰塔，这里都是建议到大家打车来啊。如果你是那种后面有人，后面有车，注意那个路线限行交通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前往雷峰塔 ，Let's go。现场看比较壮观，大家一定要来雷峰塔，漂亮。你说一张门票多少钱？一张门票成人价的话是40块人民币，相当于台币160。对，小孩、老人的话就可能会比较便宜。我记得好像是1924年就倒塌过。因为当初那个他们那个年代啊，就是有人认为那个地基可以拿来让你生子的时候可以辟邪，所以就很多人去盗啊，最后呢就导致倒塌了。所以1924年倒塌之后，大概过了2002年西元，他们又把它重建好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级的4A 级景区雷峰塔哦。而且它还把它改造有那个手扶梯啊，但是现在有一个缺点，就是你看上来的话，它下来是要用走的。对，但至少是下楼梯。而且传说中那个是许仙那个白蛇传的那个电影，把它压在那个雷峰塔正下方。对，这是一个传说啊。3、2、1，不用，我们可以，谢谢。这里有电梯可以搭哦，就不用爬楼梯了。这里总共有5层高，然后是8边形的，还有电梯耶。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在1楼等啊，在1楼等大家排队，你直接到2楼，然后再按电梯，然后就直接上去。因为人家擦玻璃，然后你突然进来，但他只敢在这条线以内。你不敢。哇，带大家看看。然后我们刚刚就在那个下方那边搭手扶梯。这个5楼好像不能搭电梯，你只能走楼梯而已。对的。哇。哦，这都金的嘞，金素素。别看上面了，我们去外面看更牛逼。在下面大概逛完之后，下来搭电梯的还是刚刚在排队了。所以教大家一个偷吃步，就是你可以先爬1楼，然后走到2楼去搭电梯上去。因为你那个1楼的人潮跟2楼的人潮是差很多的，而且人潮基本上都聚集在高层，所以你就可以在2楼的时候，你就直接偷偷按一下 OK， 然后人家刚好出来，我们可以直接上去。那我们这个雷峰塔也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哇！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西湖，我们要去游船，所以大家期待下班，我们现在要西湖游船。OK，Let's go。我们看我们上一次的津津有味啊，看起来就喝起来，这是什么？西龟。这里是西龟冰哦，这里跟你台湾吃阿公阿嬷烧的阿公阿嬷吃，阿公那时候跟我父亲大人他们去的是黄鹤楼，武汉的黄鹤楼。而且我刚刚查了一下，黄鹤楼和那个雷峰塔，你们猜看哪一楼比较高？给大家3秒时间想想。感觉是黄鹤楼。你有去过黄鹤楼？听起来。听起来对啊。
不忍西辞。黄鹤楼和雷峰塔的高度是黄鹤楼比较高哦。黄鹤楼。黄鹤楼塔身高达71米，然后雷峰塔是51米。招手机停。对对对。各位，我们上船啦！Can't explain it all, good love it just feels right. Oh baby, maybe you know what I mean, yeah yeah. 啊？小丑鱼哪里？那个。What are you doing now? Come through. Thinking about you made me lose my mind. I'm so crazy, baby, you're divine. Dreaming, scheming, need you by my side. Every waking moment of my life. 在放船都在跑。到岸边的时候，他们那个划船大哥跟我们讲说，因为风速太大的关系，所以他们必须要把所有的船只都靠岸。就很庆幸我们是最后一对，批。然后又很幸运，一艘船150，不是算人头的，台币大概600，途上1个小时啊。艘船最多坐6个人。OK guys， 猜猜我们在哪里？武林夜市。没错，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街整个就非常像台湾规模那种夜市吧。对，然后还有超多很酷的点心。刚刚想说去买那个棒茶鸡吗？来这边都会喝这个啊。上面你点什么？新的吗？关山木兰。关山木兰。对。新口味，而且还没有附盖子。对，因为我说我要鲜奶油。哦，鲜奶油，鲜奶油它不会给你盖子。对，如果搁盖子，鲜奶油会变少。哦，了解。他们这里摊位啊，有卖豆浆，还有哇，这什么？然后我刚还买了一杯那个什么暴打柠檬，结果呢，他放个几块柠檬下去，然后压一压，加几个冰块，然后就完了，结束了。对。然后喝起来完全没有味道。对，我觉得好淡。然后呢，它这个夜市啊，你知道它全长几公尺吗？几公尺？大约是300公尺那边，300公尺啊。所以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对吧？这边除了卖吃的以外，一些特色小吃啊，还有卖最多就是手工艺品，对吧？对，这里蛮多手工艺。刚刚有看到一些寄居蟹物，这里平常是从下午5点开始，到晚上11点，周末的话是会更晚，对吧？1斤25。我想要10颗，可以吗？10个不好称的。哦，不好称。1斤大概几个？你要那我给你轻减，好不好？好，放1斤。好了，大家，那这一集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啦。没错，我们的杭州第一天结束。对，早上我们是去哪里？你还有印象吗？我们今天早上去了西湖。对啊，西湖灵隐寺。灵隐寺是第一个。我去拜拜。对，拜拜。还看到那个济公的那个佛像嘛？对的。听说他是在灵隐寺那边出家的。对。去完那个灵隐寺之后，我们又跑去隔壁的飞来峰，对不对？那边看到很多石像之类的雕像。对，然后我们还去吃了很漂亮的餐厅，就是那个庆春福门素食餐厅，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吃，就是不错啦。但是你从灵隐寺出来之后，你要走一下。我们一家5口吃下来大概1000多那边。对。所以一个人来说也算蛮便宜的，不会太贵。这影片前面有提到菜单啊。那吃完午餐之后，我们要去哪里啊？雷峰塔。对。我觉得那很漂亮，然后大家可以记住我们那个就是偷吃不讨价包啊。虽然说有的1楼可能需要带电梯人会比较。那个是专门给行动不方便的人啊。如果你行动 OK 的话，我们建议你直接走楼梯，然后到2楼，然后去等电梯的最快。那这样会让搭电梯的
的人等很久。也不会啊，因为还有2部电梯，它一定会轮流。而且上去之后，就让我们想到之前我跟我父亲去的那个黄鹤楼。虽然黄鹤楼跟雷峰塔，黄鹤楼比较高，没错。是黄鹤楼比较高吗？黄鹤楼和雷峰塔的高度是黄鹤楼比较高哦。接着我们又马上去了西湖啊，去游船。我觉得坐船那个体验其实是蛮棒，最多6个人。一艘船的话是150，这样算是蛮值得的啦。他们是算艘船的价格，不是算人头。划船的大哥他有跟我们讲，他上次有接到一个客人，就是他们以为是算人头，所以他也是给好几千块。对，然后人家有退回去。对，有。然后现在呢，我们包完来到了武林夜市，来体验一下大陆在地的夜市长怎么样。没错。那如果这支影片你喜欢的话，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然后分享。我们带你去看更多地方。对，开启小铃铛，然后按热推。对，然后今天也是我们第1次解锁杭州。对，杭州第1次。我们解锁好多地方，感动。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支影片，我是燕，我是莎莉。那我们就下回见，明天见，明天见 ，OK，拜拜。哦对，然后我们还要讲一件事情啊，没错，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搭船嘛，我们搭到一半有收到一个通知，对不对？对，我们在西湖搭船的时候收到一个通知呢，那通知就会跳出说这是风有点大，然后他就突然站起来说，哦，现在风太大，我们要把风帆收起来，不然可能会翻船。我搭船之前完全不知道会翻船这件事，如果知道的话，就有点不太敢搭。那个船夫还叫我们要保持稳定，千万不要动，不要乱动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看画面，他直接爬起来，然后直接走到船头，叫我们穿上那个救生衣。对。所以现在是怎样？翻船吗？超级恐怖。对，我以为是整个流程的其中一个部分，小剧场。但我坐上去那一刻，感觉哎呦，奇怪，这个船看起来有点不太稳，就是。虽然人很多，而且船夫的技术都已经很好了，而且他们说他们是老手了。最后也很幸运，就是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也收到一个通知，就是所有的船只都必须要靠边停，因为不是风太大，不能再继续。没错。我之前会有点晕船，但是我搭这小船，我真的觉得是还好。虽然它有时候会左右摇一下，但是其实真的没什么多晕。不错啊，来都来体验一下，阿记也要戴墨镜，然后擦防晒，这很重要。因为太阳蛮大的。你可以带一点小吃啊，直接上船这样。那我们是嘉恩雅。台湾兄妹，下集见，拜拜。